大家好，我是晴天。今天这顿饭呢，我想过会触动到我，但是没想过会触动我这么深。今天呢，我们全家一起跨越近千里，为一群银发朋友们做顿特别的饭。由于老媽身體的原因呢，提前給包好了餃子，還為她未曾謀面的朋友們燉了滋養品。我們呢，也帶着各種新鮮的食材，有魚、有蝦、有菜，也有肉。還有老媽特意囑咐的米麵油也要多帶一些，留着日後用。就這樣，我們帶着老媽的期許出發了。是在最快樂的時候願意和。其實啊，這是一群鄉村的困境老人，有一些呀身體行動不便，但更多的是孤獨的空巢老人。很多呀因為兒女外出工作的原因，沒辦法一直陪在身邊。所以這次啊，我們和狗送噗噗唧唧一起做他們一天的兒女，給他們做頓充滿家的味道的愛心午餐。咱這手藝還行，我東北人是不？但是我覺得我沒有。哦，有這種。太斯納特了，太斯納特了。說也會笑，風聲在呢喃，不如好好欣賞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。只要一覺醒來，床的灑滿陽光的溫暖，不去想。給我看餓了，太香了。急急忙忙說一個。都拽盤子，我都不讓走了。咱俩快瞎别着急，我得找你。你們高興，咱就高興。吃甜的，吃鹹的，有的時候你們兒女不在身邊，所以說咱就覺得盡一份社會責任。牙還行啊，牙行。哎呀，那挺好，多吃點挺好，能吃這麼多，我給你掰的。我頭兩年就這麼餵我奶吃飯呢。很有感觸的一句話，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愛都以聚合為終點，只有一種愛以分離為目的，那就是父母對孩子的愛。你身體健健康康，身體健康。最後祝全天下的爸爸媽媽們身體健康，多福多壽。我最近特別想吃純肉烤腸，尤其是那種一咬滋滋爆汁的感覺，想想都爽。但是外面賣的據說好多都是雞肉和豬碎肉做的，那玩意吃着也不放心呢。於是我買了500斤豬肉回來，也就是說時隔2年，就是為了這口烤腸，家裡這條我最近流水線就這麼水靈靈的復燃了。但是做烤腸這事兒大夥都沒什麼經驗，所以我們是全程按照村驢的做法做的。他那個視頻裡多次強調肉一定不能超過10度，問題現在屋裡供暖就將近30度，所以我們就都拿外面切去了，正好把下一個冷凍步驟一起完成了。好家伙，零下10來度的天，從早切到晚，這肉切完了就凍硬了，但人也沒軟不到哪兒去啊。然後在打餡這一步呢，村老用的是家用絞餡機，所以我們也跟着用的這玩意兒。但家用設備吧，它有一個弊端，就它上不了量。這個機器打1分鐘，他媽最少得歇7分鐘，就按這個效率，我算了一下，要把這500斤肉攪勻，最少也得3天。所以後來我們就開始上商用設備了，像什麼絞餡機、廚師機、徐味奇、丸子機，反正就家裡有啥使啥了。好在換了設備之後，做出來這個肉的狀態和村驢做的是一樣的，我們也就能順利進行到下一步了。但是這下一步進行的卻並不順利。灌腸的時候，我們組了一道超長流水線，本來以為很有效率，但是其實並沒有任何卵用，因為這個環節裡有一個純手工活，就是繫繩。我操！媽的，這腸的每個節點最少得繫2個結才能繫死，這4000根腸最少打了10000個結，後來幹的都想給自己勒死。關鍵繫完腸還得扎眼兒，還得晾腸。就那天時間線是怎麼進行的呢？晚上7點吃完飯開始做那灌腸，後半夜3點灌完了，聽老頭的開始搭蒙古包晾腸。5點發現搭不上，拆了，開始組貨架子。6點開始給這4000根腸每根至少扎20多個眼。7點眼也扎完了，腸也晾完了，我回頭一看呢，哎，小天一道大亮，最後蒸腸的時候也出了不少幺蛾子，趴子上來就失智了，蒸一鍋爆一鍋，後來給我弟逼的都給腸跪下了，這局面才得以緩解。這些腸蒸完封完又是一宿，等全整利索的都是第4天的早上了。我這一代實在太死亡了。最後的最後啊，我總結了一下子，一共3點。第一點，村驢是神，就是它這個配方，無論是口感還是味道，都完美複刻了外賣這種純肉腸，空口吃的老香了。這要是再配點四川乾碟或者是蜂蜜芥末醬，我都能給人香起飛了。第二點，蒸的時候很容易爆，所以对火候、水量和摆放密度都得试好了再下鍋。唯一一個可以量化的就是鍋裡的水大概就是90度左右吧。
第3點，這流水線時間長不看手真生啊！最近必須得多開點我最近了，要不然這手艺全廢了。這一待，我們在一起待了4天，沒有一個人加起來睡了超過8個小時，甚至有3天是在一起看日出。我說白了，這要是對朋友來說，這個事兒當然很浪漫，但這要是對於工友來說，是不是有點過於曖昧了呢？我最近特別想吃烤鴨，但是飯店動輒188一隻，吃一頓就給我兜掏稀碎，所以我高價買了個商業版配方，打算在家實現烤鴨自由。配方上說烤鴨要想好吃，必須得用磚爐。於是我買了2噸建材和3瓶速效回家搭爐子，但是從我搭那天開始就一直在下雨，3天下了8回，根本封不上頂。我估計等這爐子晾乾投產呢，我他媽可能都穿上秋褲了。後來我和鴨子都有點等不及了，就決定路見不平繞道而行。我直接買了個烤鴨爐，然後這配方特意強調了，就一定要把氣兒打勻。如果有條件的話，最好用嘴吹，這樣口感會更佳。我嚴重懷疑這話就是騙同行的，但就在我懷疑這功夫，胖已經給自己吹沒勁了。為了緬懷他和這只鴨子，我們非常認真的對待了每一個步驟。終於在30多個小時的制作過程之後，我們迎來了一只俏黑的狗黑鴨。我操！哎呦我！後來我又失敗了幾次，但我想通了一個事兒，就火候肯定不是3、2天能掌握的，我們應該扬长避短，我們的长项是熬啊。所以第2天8點，一人一個小板凳，準時坐着開熬。完我還加了個好運 buff， 我把之前在德物買的黑曜石手串也帶上了，我可太需要點好運了，這月我都已經買仨了。正趕上他們最近搞活動，這種好看又有好寓意的小首飾，很多都是8折起，鏈接我放評論區了。七夕不知道給对象買啥的，可以去看看，沒對象呢就看看給自己買點啥吧。完這回再開蓋，鴨子終於成了，烤得越來越好，還給鄰居送2隻。當然前面那幾隻也沒白犧牲，在實現烤鴨自由的路上還收穫了一波鴨架糖自由。後來這烤鴨出爐了，我1秒也等不了了，火速給它裝盤上車了。這鴨子片的滋滋冒油，真要我命啊！特別是這鴨皮，這蘸板白糖吃可太爽。不過僅有的理智還是讓我們保持住了一點儀式感，一口一餅醬不流嘴，是我們對這只鴨子最後的優雅了。真的，我吃着烤鴨的時候熱淚盈眶的，想想我這幾個月的經歷啊，從美食博主幹成真實博主，甚至還一度幹過戶外博主。我現在終於回到美食序列了，我操！整3個月呀！你知道這3個月我是怎麼過來的嗎？哎呀，幹啥呀？這是破防了，家人們！我發現我兜裡就不能有錢呢。這去趟市場啥都想買，買回來一地。好家伙，誰問我表慢這麼多嗎？你家這麼早就過年了嗎？哎，過不過年不知道，但吃了我的飯，小肚兜溜圓，因為我有秘制小醬料啊。就這大豐收啊！我跟你說，就快給我收了。我這3天不吃，2天就響了。這蓋1周可當場來賣呀！你看看這占了多少湯啊！花卷和餅我一樣就吃1小塊啊，因為我的胃得給這碗大米飯留着呀。這湯往上一澆，我腦裡就一個詞兒，就是嘎嘎的。媽，這鍋雜糧也是真猛啊！這玩意兒拌點雞蛋燜子，尤其是那個土豆子，哎呦我太愛東北了。我今天一高興整10来個菜，就不挨個介紹了，看着啥算啥吧。這羊排蘸着韭菜花真是没誰了。這蛋黃焗玉米一下給我拉回小時候了。黑椒牛肉粒我用和牛炒的，這個神菜你們一定記一下吧。就這麼說吧，有一天要是我走了，這就是我留給世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。我弟說馋螺蛳粉了，這都是我趁拼多多國慶補貼掏的呀，1塊錢整這老些。這裡有螺蛳粉，有酸辣粉，料多味兒還正，再配個煎蛋，那給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呀。老話說一直嗦粉一直爽，那還寻思啥了？火速上評論區掏它，這蝦每一個都趕我手長大，我只能說 Welcome to 東北啊！大頭菜還得手撕的，要不真出不來那味兒。看這粉條子啊，我炒的時候是這樣的，他們吃完了是這樣的，好家伙，這點肉全借味兒了。最後3口結束戰鬥，先來一只烤大蝦，再掏一塊帶着肉香的甜南瓜，最後跟哈店女平分一個地瓜。行了，完事兒，收拾廚房，明天消化，後天見了寶。頭2天給考研的孩子整了一頓，那天正好是考研前一天晚上，我寻这得吃点好的，也不光是為了加油，主要我怕他們考完了沒心思吃了，給他們做了個尖椒肉絲餅，還有個新加坡辣螃蟹。既然這盒沒扔，你們買就認準這包裝就行。這玩意兒我也不知道真假的，但是我覺得跟我在新加坡吃的味兒是一樣的。完，我尋思這晚上不得幹通宵啊，做了個草莓冰點提神。完，他們說哥你別整的沒用的，那玩意兒提神這一塊，咱說心裡話，提神這玩意兒啥玩意兒有肘子提神的，咱說。
完有個南方同學說沒吃過杀猪菜，我寻思這不撞槍口上了嗎？我給燉了滿滿一大鍋呀，這底下還藏倆鼓棒呢。然後他們說想吃個前帳菜，我燉了個牛腩腐豬煲。我天天說前帳給我現帳整賊緊張，好家伙，連夜在家熬了一鍋皮豆，家裡火都没關就給我送來了。我說咱哥倆關係慢慢處唄，你這整還挺玻璃心。最後給他們做了個蒜苔羊排和鹹蛋黃茄子，然後他們拿到寢室稍微有點涼，就上宿管阿姨那屋熱了一下。據說那香味在阿姨那屋久久不能散去，整的人2點多還沒睡着覺呢，起来泡上方便。然後有同学元旦不回家，我给他们带了不少自嗨鍋，正好最近拼多多6周年活动，花1塊錢就能秒整箱9盒自嗨鍋。这毛我旺自热火鍋賊入味，還有梅肉飯和山牛煲飯都嘎嘎香。你們直接點我評論區鏈接搶就完事兒了。但我囑咐他們千萬別拿這玩意兒上學校食堂吃去。江湖上盛傳一句話叫萬事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吶。來吧，強強的牛竹、老肘、漲凍、豬菜、辣蟹、青餅、梅冰、台牌、黃茄、蒜骨。行了，這就跟我弟打包往學校去了。今天來的是中醫藥大學，我跟這幾個同學約定了一下，我說如果考研成功了，等開學一定給我整2天膏藥，但如果吃了我的飯考研失敗了，我只能把我弟拿出來給你們練練針灸了。